你见过能住下80亿人的大楼吗？你觉得它是170万层的高楼，还是超级金字塔，又或者是超级立方体呢？其实，真正能住所有人的超级大楼，最高或许只需400米。我是老马，今天咱们用工程思维来看看这4种方案，尤其最后一种会直接颠覆你的想象。其实这个想法最早起源于日本泡沫经济最疯狂的时候。有个教授说，别再建城市了，直接建一栋楼，把整个东京都装进去。这就是东京巴别塔，高1万米，能住3000万人，算得上是人类认真设想过的最高、最疯狂的建筑方案。但这不是我们想象力的极限。现在我们开始盖楼，最后别忘了给这栋楼取个名字。当然了，动工之前必须先选址，找一块完美的建造地点。首先得地势开阔平坦，还要地质结构稳定，不能在山区地带，还要避开地震多发区。东京巴别塔本身就有这个硬伤，东京刚好处在地质断裂带上，海岸侵蚀也是麻烦事，所以离海边太近的地方也不能选。但人又不能离开水，除了生存需要，还有日常用水都得保障。普通人一天大概要用100升水摊到全球80亿人身上，每天要消耗8000亿升水，相当于每天抽干3个西湖。既然不选海边，那就得挨着大河。咱们看一下世界河流分布图，巴西这块地方看着还行，没山，不地震，水资源充足。缺点是地处亚马逊雨林深处，要建就得砍大片树林，不太合适。再看看密西西比河沿岸怎么样？它是北美流量最大的河，只要取用1半多一点的河水，就足够大楼里所有人日常使用。北边还能从五大湖引水，南边也能从墨西哥湾调水，只是南边需要大规模海水淡化工程。这片区域地势平坦，地质稳定，不用砍伐雨林，气候温和，夏天温度适宜，还能大面积铺设太阳能电站供电。综合来看，这里是绝佳选址。你觉得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吗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。现在有地方了，接下来咱们设计大楼外形。第一个方案，也是所有人第一个想到的方案，巨型立方体。看起来最科学，结果却是最反人类的设计。先算最基础的账，按全球公认的宜居标准，一个人至少需要30平米的居住面积。80亿人乘下来，光是纯住宅面积就有24万平方公里。什么概念？刚好等于整个英国本土的面积，差不多和咱们中国的广西省一样大。但这还只是睡觉的地方，人要吃饭、看病、上学、上班，还要有马路、商场、公园，这些公共配套至少要占60%的额外空间。加起来一算，总建筑面积达到了38.4万平方公里，比整个日本还要大，几乎和咱们中国的云南省一模一样大。这么大面积要塞进一个立方体建筑里，简单说下计算逻辑，房间层高按3米算，换算成立方体积，最终这栋立方体大楼的长宽高各约10.6公里，高度差不多就是民航客机正常巡航的飞行高度，体量夸张到难以想象，但刚好能装下全球所有人。但这个方案有致命缺陷，用在巨型立方体里，绝大多数人根本见不到阳光。具体算过之后，足足 99.6% 的住户都处在建筑内部中间位置，没有窗户，晒不到太阳，跟住在地下没区别。也就是说，每250个人里只有1个人能看到太阳。但咱们要保证居住品质，没有阳光根本没法接受，而且住户之间差距太大，边缘住户有窗，内部漆黑，很容易引发矛盾和不满。所以巨型立方体方案行不通，咱们换别的造型。那换个更稳的金字塔呢？毕竟东京巴别塔就是这个造型，结果比立方体更难受。从结构上看，金字塔比直上直下的高楼更稳固。同样按所需总空间来计算，金字塔体积公式换算后，这座巨型金字塔底边边长 15.3 公里，高度也是 15.3 公里，比立方体更宽更高。但是采光依然是巨大的问题，只有 0.34% 的住户能有窗户，每300个人里才有1个人能晒到太阳，还不如之前的立方体。目前看，这2种造型还有一个共同硬伤，没法灵活扩容。现在造好立方体或金字塔，以后全球人口继续增长，
想加空间只能往外侧加盖楼层，尤其是金字塔，一旦外侧加盖，原本靠外有窗户的住户立马就被挡住采光。所以咱们跳出常规思路，换更合理的造型。而这次的目标就是要满足2个条件：外表面积更大，能多出很多观景窗户，人口增长时还能自然扩建。这时候我们需要借鉴一下自然界的方式，造一个巨型蜂窝大楼，每个六边形中间留空心通透区域，能大幅增加带窗户的住户数量。尺寸设定，每个六边形外圈边长100米，内圈边长50米，要装下全部人口，一共需要17000多个六边形单元，整体占地大约20公里乘23公里，总建筑高度3457米，相当于4个哈利法塔叠在一起。对比下来，蜂窝楼比立方体矮很多，但占地面积更大。重点看采光，这个方案终于有明显改善了，14%的住户都能拥有窗户，每7个人里就有1个人有窗户，终于看到希望了。不过依旧有短板，虽说比前2种矮不少，但3457米依然是逆天高度。楼层越高，底层承受的压力就越大，坍塌风险越高。要知道，目前世界第1高楼哈利法塔也才828米，最后一个才是真正能住人的最终方案。设计者直接借鉴了巴塞罗那的街区，这片城区建于19、20世纪，由城市规划天才塞尔达设计，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先驱范本。它的设计是网格街区布局，每一个街区四周都有公寓，家家户户采光充足，街道宽阔，通风和日照效果都很好。街区转角还做了切角设计，进一步拓宽街道视野，提升通风采光。咱们把这套思路用到超级大楼上，先打造一个100米高的巨型实心混凝土基座，材质密实坚固，抗压能力极强，从根源避免整体坍塌。基座上方搭建成千上万栋高层板式住宅楼，复刻塞尔达的街区布局，四面通透不遮挡。楼栋之间架设空中连廊，方便互相通行。楼栋下方预留通道，铺设公路和轨道交通，沿用原版街区尺度，每个街区边长100米，街区之间街道间隔20米。原版街区只有16米高，咱们的住宅楼要高很多。常规楼高300米，部分400米，矮一点的200米，高低错落更利于整体采光。还能在矮楼栋的楼顶打造空中公园、花园绿地，功能分区也很清晰。高层住宅楼专门用来居住，商店、写字楼、医院、学校、公共配套全部集中在底部基座里。日常上班、上学，居民只要坐楼栋中心电梯下到基座就行，一辈子不用出这栋楼。按规模测算，平均每个街区能住大约2.5万人，容纳80亿人，一共需要32万个街区，整体边长接近69公里。虽然它解决了前面的大部分问题，但说实话，这几乎脱离我们想象中一整栋楼的感觉了，反而更像建在一个基座上的超级城市。当然，无论哪一种构造，建造难度都难以想象，造价更是天文数字。普通一栋摩天大楼造价就能高达10亿美元，咱们这整套粗略估算一下，总成本大概要320万亿美元，这还没算人工资源短缺带来的额外成本。如果未来某一天，当人类必须住进同一栋大楼时，全球各地派出施工团队一起建造，你觉得人类全力去拼，能建成这种超级工程吗？我是老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